白蛇与许仙的故事，想必大家都耳熟能详，但我敢保证，这版的白素贞看过的人肯定是少之又少。话说，法海由于看不惯白素贞与许仙人妖相恋，便将许仙强行扣押在了金山寺。白素贞所缚不成，于是便找到了东海大龙女相助。三人决定来招水淹金山寺。大龙女仗义相助，带着成千上万的虾兵蟹将和白素贞引发了东海之水，水漫金山。眼看法海马上就要抵挡不住了，可这时白素贞却突然腹痛难忍，忘了故事。原来这时的她已经怀有身孕，刚刚用了太多的法力，导致她动了胎气，看样子马上就要生了。另一边，由于洪水得不到控制，开始肆无忌惮地泛滥了起来。为了保护姐姐和未出生的小外甥，小青只好带着白素贞逃走。白素贞还在担心东海大公主的安危，让小青快去助她一臂之力。可眼看姐姐马上就要临盆了，小青说什么也不愿意离开。大龙女见青白二蛇不见人影，也赶紧收兵，带着水族大军溜之大吉。没想到小青突然出现，拦住了他的去路。大龙女担心法海会趁机反扑，表示不如先撤兵，再从长计议。小青听后却大骂他不讲义气，如今姐姐有难，你却想要临阵脱逃。当初是你答应帮助我姐姐对付法海的，你怎么反悔呢？暴脾气的小青一言不合就跟他打了起来。大龙女最终不敌，被小青打伤，于是便说：“我为了帮你姐姐，冒着遭天谴的风险，发动水族相助，可你居然恩将仇报。”小青却表示：“这都是你咎由自取。”正当二人针锋相对之时，法海却追了上来，用佛光打伤了龙女的脸，接着再一脚把小青踢飞。法海连忙追了上去，可怜的大龙女因此毁了容。玉帝得知此事后，派天兵天将到东海降旨。由于大龙女帮助白蛇水漫金山，导致凡间生灵涂炭，百姓死伤无数。玉帝要抄了龙宫，还把东海龙王贬回华龙表，世世代代为三界苍生祈福。龙王苦苦哀求玉帝开恩，可却无济于事。龟丞相来到岸边，找到了昏迷的大公主。当大龙女醒来后，却发现自己的半边脸已经被毁了容。龟丞相告诉她，如今龙王被贬，龙宫被毁，现在大龙女已经无家可归了。大龙女此时彻底崩溃，就因为帮助白蛇，不仅毁了容，还搞得自己家破人亡。她发誓要与白蛇和法海势不两立。另一边，白素贞和小青逃到树林中，打算把孩子给生下来。可由于白素贞是千年蛇妖，身上的妖气太重，同类很快就闻到了白蛇身上的气息，纷纷倾巢而出。幸运的是，白素贞还是平安的把孩子生了下来。许仙趁乱从金山寺逃了出来，他到处寻找白素贞的踪迹。由于几天几夜没合眼，最终支撑不住晕了过去，却梦到当年与白素贞在西湖断桥边初次相遇的场景。等许仙醒来的时候，白素贞已经抱着孩子来到了他的身边。许仙这下终于当爹了，心里顿时乐开了花，当即给他取名叫做孟郊。白素贞为了救许仙水漫金山，涂炭了无数生灵，这让他感到无比自责，预感自己很快就要遭受天谴。他料想的没错，很快法海便找上了门，准备要收了白素贞。他对许仙说：“人蛇殊途，你与白素贞是不能够在一起的。”许仙表示，不论他的娘子是人还是蛇，他都毫不在意，要生生世世在一起。见许仙执迷不悟，法海也不打算留情了，直接一招将许仙打晕，接着用金钵将白素贞给收了进去，随后再将她给扔进了雷峰塔给关了起来。周围都是天网，白素贞根本出不去。法海让她自今日起在雷峰塔内修读经书，与世隔绝，直到她彻底觉悟、洗心革面为止。白素贞恳求法海，只要让她再见许仙和孩子一面，她甘愿放弃千年修行。可法海压根不理会他。就这样，白素贞被困在了雷峰塔，除非西湖水干，雷峰塔倒，否则白蛇这辈子都别想再出来。这便是白素贞水漫金山，害死万千无辜生灵所付出的代价。许仙急忙跑来，得知娘子已经被法海镇压，愤怒之下决定要和法海同归于尽。可他又怎会是法海的对手？三两下就被他给撂倒，手里的孩子也被抢了去。法海觉得许梦娇乃白蛇所生，身上带有妖性，需要把她带到金山寺去除妖气，以免日后祸害苍生。许仙想要夺回孩子，却被法海施法定住。可怜的许仙同时失去了老婆和孩子，这让他非常崩溃，一头磕碎了悬崖边的石头，最终掉下了山崖。白素贞被押雷峰塔，许仙也因坠崖杳无音信。小青赶回家时，姐姐和姐夫已经不见踪影。此时听见角落里有动静，没想到居然是东海的龟丞相。自从东海龙宫被毁，龟丞相就无家可归了，他只好躲进了
这个破屋子，而他也亲眼看见了法海把白素贞给收了去。小青得知姐姐已被法海降服，于是立马带着归城下赶到了金山寺，要找法海老秃驴算账，逼迫法海放了白素贞。你快把他放出来！阿弥陀佛，天条所限，恕老衲无能为力。双方一言不合就开打，可小青500年的道行根本就不是法海的对手，两人被打得落花流水。于是他们打算从长计议，小青决定先回峨眉山找太虚真人拜师学艺，等到学成归来再去找法海报仇也不迟。无家可归的乌龟精决定跟随小青一同去峨眉山修炼，小青无奈只好让他当个跟班一同前往。时间一晃过去了18年，白素贞的儿子许梦娇也已经长大，法海为了掩盖他身上的妖性，并没有传授他功夫，而且还给他改名叫许世林。许世林虽然天赋异禀，聪颖过人，可却生性顽劣，浪荡不羁。法海担心他会激发体内的妖性，所以迟迟不肯为他剃度。许世林有个从小一起长大的好兄弟孟宁，两人经常在一起形影不离。这日恰好是诵经大会，许世林却偷溜下山玩耍。眼看大会就要开始了，孟宁还在师傅面前为许世林打掩护，还好许世林机智，利用绳索翻墙而入，赶在最后关头回到了寺内。法海每年都会选出一批实习弟子，正式为他们剃度，可年年都没有许世林的份儿。今年亦是如此，许世林一气之下就上去跟法海理论，强烈的不甘让他逐渐开始展露妖性。师兄，这是什么妖术？打伤了同门师兄弟，眼看着逆徒不受管教，法海当即命人摆阵，几人用棍棒将许世林困住，这让他开始激发体内的妖性，将几人震翻在地。法海担心许世林会妖性爆发，立马抛出袈裟将他团团围住，暂时压制住了他的妖性。法海的师弟法能一直都不喜欢许世林，不仅因为他生性顽劣，更因为他来路不明，今日还出现了这种情况，于是又在法海面前说起了许世林的坏话，认为许世林之所以会妖法，肯定是因为经常跑出去跟一些不三不四的旁门左道学来的。法海不愿意让其他人知道许世林的身份，让法能不要再说了。为了阻止许世林继续作妖，法海罚许世林面壁思过，把他关在了思过堂。这里暗无天日，许世林根本待不下去。世林的好兄弟孟宁趁着师傅们不在，想偷偷到厨房拿些馒头给他吃，没想到却被法能逮了个正着。法能是孟宁的师傅，他一直把孟宁当作是得意门生，就劝他离许世林远一点，免得被他给带坏了。孟宁嘴上答应了师傅，却还是偷偷来到了思过堂探望世林。世林长期被关在这暗无天日的地方，待得都快有抑郁了。他求孟宁赶快想办法救他出去。另一边，被压在雷峰塔下的白素贞始终放不下对丈夫和孩子的牵挂，每日都以泪洗面，求法海能大发慈悲，放她出去与家人团聚。法海本以为白素贞在塔下可以醒悟悔过，脱胎换骨，没想到还是这么执迷不悟。白素贞在雷峰塔下受尽煎熬，而她的妹妹小青在峨眉山修炼了18年，使得修为大增。这日，她带着乌龟精下山，打算前往金山寺找法海报仇。为了能在杭州城定居，小青还在后山找了块风水宝地，随后施展法术，紧接着就变出了一座豪华宅院。小青正要带着乌龟精进屋参观，此时却突然闻到了一股很重的妖气。你怎么了？有妖气！猜测定是有妖怪在此地修炼。随后蜈蚣精突然现身，原来这里是他的巢穴，没想到却被小青给占了。蜈蚣精很快便认出了小青，就是当年跟随白娘娘水漫金山的青蛇精。乌龟精说：“你怕了是不是？怕了就赶紧滚出去，这个地方以后就是我们的了。”怎料这直接把蜈蚣精给惹怒了，迅速放出毒烟，想毒死乌龟精。小青当即出手和他打了起来。两人一直打到了外面，但如今的小青修为大增，蜈蚣精根本不是他的对手，他只好求小青饶他一命，表示只要能放了他，从今往后都不再踏入此地半步。小青跟随白素贞久了，也学会了得饶人处且饶人，于是就直接把蜈蚣精给放了。蜈蚣精前脚刚走，土地公就冒了出来，他好心提醒小青放走蜈蚣精，无异于是放虎归山。小青则表示，要是再遇到他作恶，肯定不会手下留情。在土地的口中得知，白素贞已经被关在
雷峰塔下18年了，可他却浑然不知。随后，小青又向他打听了许仙的下落，土地爷掐指一算，得知许仙尚在人世，并且还过得不赖。果然，许仙18年前掉下山崖，并没有摔死，而是被一个和白素贞长得一模一样的女人给救了。此女名叫桂花，18年来一直都是她在照顾许仙。原来，许仙自从跌落山崖后，便失去了记忆，往日他和白素贞的种种过往也全都忘记。如今的他只想和桂花过平平淡淡的生活。这日，桂花和许仙刚刚拜祭完仙人，没想到在回家的路上却碰到了一条大蛇。每次许仙看到蛇，都会有种莫名的亲切感。另一边，孟宁瞒着师傅，偷偷将许仕林给放了出来。两人连夜跑出了金山寺。出来后，孟宁就带着许仕林来到了青楼，想要带好兄弟好好放松放松。两人花天酒地，一直嗨到了半夜，才醉醺醺的回到了金山寺。没想到却在门口被法能师叔撞见。法海认为仕林生性顽劣，不但擅自离开思过堂，还带坏了孟宁，于是决定把他困在狐仙岛，用千斤重将仕林给锁了起来。狐仙岛四面都是水，而这千斤重则遇水就会变得又大又重，仕林要是敢逃跑，就会陷入湖底窒息而死。可仕林不信这玩意儿会如此神奇，于是就开始在上面疯狂洒水。没想到金光一闪，果然锁头瞬间变得又大又沉，差点没把他给淹死。好在晒干后，锁头又恢复成原来大小。孟宁前来给仕林送饭，可仕林却表示要绝食，他让孟宁想办法帮他离开金山寺。最后，孟宁灵机一动，用木头铺在水面上，让仕林用轻功踩着木头过河。来到岸上后，孟宁打算让仕林去杭州城找孟员外。孟员外是孟宁的叔叔，他为人乐善好施，是当地有名的大善人。孟宁觉得叔叔看在他的面子上，一定会收留仕林的。可他怎么也没想到，他那个叔叔可不是什么好货。眼前这个小姑娘珠儿，乃是龙王遗落在民间的小龙女。这夜明珠，把它戴在小公主身上，也可作为信物。珠儿从小被山下的一对老夫妇收养，如今珠儿已经长大成人，可养母却生病去世了。珠儿为了筹钱给养母下葬，只好变卖自己的传家宝夜明珠，于是便来找到孟员外，希望孟员外能帮他这个忙。没想到这个老头不仅要了夜明珠，还想强行霸占珠儿为妾。珠儿宁死不从，孟员外便命人把他关进柴房。此时刚好仕林来投靠孟员外，看在孟宁的面子上，好吃好喝的招待了仕林。怎料刚吃完饭，孟员外却让管家悄悄地去金山寺报信。仕林在后院听到有女人的哭声，循着哭声来到了柴房，发现了被关的珠儿。他求仕林救他出去，可仕林对珠儿的话将信将疑。见孟员外赶来，仕林连忙躲到了暗处。孟员外想强行跟珠儿发生不可描述的事情，躲在暗中观察的仕林这下怒了。原来所谓的孟大善人其实就是个衣冠禽兽，当即就把他给揍了一顿。正要带着珠儿离开的时候，没想到却迎面撞见了法海。